Hello，那我们即将开始我们今天的113的分科测验的直播。对，那不晓得我目前的声音大家听得到吗？如果 OK 的话，可不可以在留言区打个 OK， 让我知道一下目前我们的声音是不是可以的。好，我想确认一下，我们目前在直播上面，我们这个声音上面是 OK 的吗？OK 啊，太好了，太好了，好，那先跟大家讲一下我今天这是讲了第3场，对，那早上的时候，我其实在别的学校已经开始去做这个分科测验的演讲，那刚刚又一场线上演讲，那今天其实我还是特别的觉得还是要在这个时间点再开一场直播，所以我可能今天声音会有一点沙哑一点，对，那不过我想我们在这个特别啦，我知道因为其实大家在面对到这个分科测验的这段时间里面当中，一定会有很多的焦虑，所以我特别在今天当中特别开这场直播，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好吗？好，那我们就准备正式开始咯。好 ，OK。好，在面临到113年这个考试分发上面，志愿选填上面，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构思？如果待会各位观众有任何的问题，你可以在你观看的平台上面直接留言，好，那我们看到的时候会随时回答你的问题，因为它不是演讲，我们今天比较多是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以有一些互动。我希望能够帮助到你，但是如果你今天问我说什么科系啊，那今天会涨几分，我没有办法直接的秀出来因为我也不是那么厉害，我还是需要透过不断的查找资料。那我今天会开始分享一些，我觉得我会怎么样观看这个分科测验，然后填志愿这些概念跟想法，那告诉你可以提供你一些评估。那如果你有一些观念上的问题，你可以在留言区上面直接问我，或者是我讲到一半，你有任何的想知道的。对，你有些疑问，没关系，你都可以直接提问，我们都能够可以的话，我们尽量会在现场解答的，各位好吗？好，那其实我们今天来的直播的人其实特别的多啦。好，那我想问一下，我想确认一下你的身份，好不好？如果你是家长的，你帮我打1啊；如果你是学生的这是分科测验的考生的高3同学，你帮我打2，让我知道一下你的身份是谁，好吗？如果你是家长的，帮我打1。那你是同学的，是高3考生，你帮我打2。想大概稍微知道一下我们目前的人口组成上面，我今天大概需要讲到哪一些内容，好吗 ？OK 学生的也有家长的 ，OK， 哇，那这个学生家长而且是都有好，看起来在这里面当中，我们很多，其实学生稍微多一点点，对，就是说，因为我想在这段时间其实能够撑到考分科测验的，基本上都是对自己有更多的期待跟要求的人。你们可以回想一下当初为什么你要去选择分科测验，你一定要去回想一下当初你做的这个决定是这个多么不容易的决定。要知道在现在的这个个人申请里面当中，我们的志愿就是考制度里面当中，其实它是蛮容易都能够有机会能够录取的，可是你还是决定要留在最后，代表你一定是对自己有一个足够的期待跟想法，你希望可以让自己可以在面对到整个升学过程当中，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机会，所以你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我是非常佩服、非常尊重各位的，而且各位你今天是这个最后一批的考生，我们特别是希望能够透过这个部分，能够提供你一些观念那希望能够帮助到你。那你今天听到的内容可能会跟你过往在其他的别的听到讲座会不太一样，别的讲座会跟你讲很多的分数，会跟你讲很多的这个要怎么样去计算。我的
方式会有点不同。如果说今天你能随时觉得好像有些不太理解，你可以发问，然后或者是你觉得不适合，你就可以离开，没关系。但是我今天的分享都是我真实的想要跟大家在当中去告诉你们，在选填志愿的时候，你真的要考量的点，很多东西跟你想象的是完全不同的部分，好吗？好，那因为我其实同时我是透过电脑，然后还有2台手机在直播，所以我们在 YouTube 上面会有投影片。那如果说今天你是没办法看投影片，没有办法就是想看投影片的，你可以转到 YouTube 的直播上面，或者是 Facebook 上面。那剩下的我们就是透过不同的手机来开平台，希望能够帮大家啦，就是能够用比较适合的位置，那你可以去找到适合的平台来观看，好吗？好，那我先把投影片先做个切换一下。OK， 好，面对填志愿考试分发这一件事情呢，我要怎么样去做一个志愿的这个选填的部分？那首先一开始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悲惨的故事，就是我去年有个学生，应该是之前啦，前几年有个学生，她很认真，一个女同学，她好认真哦，在面对到这个分科测验的时候，其实她很认真准备。那结束之后，她也是很不断的去做落点分析，然后问老师，然后对科系了解，对自己了解，她做了很多的功课。但是因为她太紧张了，她导致于说她有一件事情忘记了，就是她忘记去缴费了。她一直想说，那我把缴费这件事情，我把它压到最后一天。或者是我待会再去缴之类的，所以他后面忙到后来，他整个忙昏头，他忘记要缴费这件事情，所以他在那一年当中，他就没有办法去报那个分科测验的志愿选填。各位，这个就是一个这么不小心的一个动作，导致于他过往的努力全部都白费。所以在开始讲之前，我想先提醒一下大家，不管怎么样，请你先去缴费。请你先去缴费，还没有缴费的，拜托你现在一定要赶快去缴费。就算待会我在听直播的同时，你都可以同步操作，好不好？因为缴费这件事情，它是你的默默填志愿的第一个步骤，没有做这件事情就等于没做。可以吗？所以你不管怎么样，第一件事情先把缴费这个动作完成。缴费时间，你也可以用 ATM 转账，可以到8月4号12点截止。那或者是你今天我想用这个所谓的临柜缴交，临柜缴交是比较早结束的，可以吗？好，所以你就用你适合的方式，缴完费之后才可以开始填志愿，好吗？明天开始填志愿，今天晚上先把钱缴了，好不好？你有任何的问题，直接到考分会去做个咨询就好，然后你不需要去在当中去很紧张，但是基本的动作一定要该做。有了这个缴费的动作提醒之后，我们就要开始讲我们的分科测验填志愿这件事情了，好吧？好，那我昨天开始，然后就是也是看了其他的这个大家在选填志愿的时候一些分析，有一些比如专家名嘴补习班他其实会有很多的志愿选填的分析，对，没缴费就不能填，对所以他忘了他就是一直以为他就是一直做功课，然后后来他发现他忘记缴费了。然后就时间到了，然后他发现他怎么没有做这件事情，根本就来不及。所以一定要做这件事情，好吧？一样，不要说怎么会忘记，真的很多人会在这种小事情上面会粗心，所以这件事情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下，好吗？好，那这2天当中其实我昨天也很多的补习班都会在第一手时间开始去做一些分析资料。我觉得在这个思考点里面当中我也看了很多的直播就是一些分享，那某个程度上，我觉得他们在分析上面，他们有一套他们的逻辑，有一套他们的这个算法，我觉得这个都很好。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提供的资讯太多，以至于让大家过于紧张跟慌张。我知道你现在拿到成绩的时候，一定是非常的焦虑的。我这2天在脆上面看到好多的那个高中生就说：“哇，这个分数要放榜了，我好紧张怎么办？是不是没有学校念？放榜前一天紧张，放榜当天紧张，放榜第一天还在紧张。”就是说你在这里面当中不断的被大家在提供这些讯息，所以会让你非常的焦虑跟慌张。但是想跟大家说，其实很多的讯息或许你不是一定需要知道的，因为很多的讯息其实它变成是后面有很多电脑部分就已经在处理了。对你只要好好的去关注到一个核心的问题。我们人很多时候都会适合去关心那个不重要的事情，你把时间花在太多不重要的事情上面，导致于最重要的东西没有去思考到，我们最重要的核心没有去查到。如果说今天你问我分科测验填志愿要怎么讲，要讲就是要怎么去分析，我跟你讲如果你让我1分钟就讲完了，
我1分钟就可以把分科志愿这件事情把它讲完了。怎么填？就这样子，分科志愿填志愿就这4个步骤。第一个，先去缴完费之后，先找你的那个落点网站，先找几个落点网站，把你的分数输入进去，然后呢，请他帮你筛选掉一些你完全不可能的或不想要的，就是完全没有机会的。之后呢，确认一下你的底线，看看你在哪一些科系上面是绝对不能够不要的，就是说你人总会有底线嘛。好，比如说我今天我可能非国立大学不念，或者是我东部的我不要，就是把不要的就是往下删除。对，到后来就只能重考，不然怎么办？对哦，所以那就是这样子。所以梦如就是说，就知道一下，就是说一定要缴费，这很重要，可以吗？好，那再回来，就是一定要确认这个，就是说确认自己的底线，哪一些东西是你不要的，然后再第三个删除你不要的科系，因为有一些科系。我排出来的志愿很多，全台湾2000个科系，你不太需要每个都填嘛，所以你就挑哪一些是你不想要念的。最后呢，找到自己大概的区间之后，往上往下大概各填50个，分科志愿就填完了，就这样子而已。分科测验其实填志愿没有这么难。没有这么难，为什么？因为它跟个人申请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个人申请我们要做落点分析，要做得很准，原因是因为个人申请的志愿只有6个。它只有6个，在这6个志愿里面呢，2000多个科系里面选6个，那势必要很精准啊。如果你当初你有选择这个所谓的个人申请的，报个人申请的同学，你是不是还记得那时候你选了2个梦幻、2个合理、2个保底，对不对？在这些志愿的编排的过程里面当中，你要去构思自己的位置大概在哪里，你要很精准。但是分科测验不一样啊，分科测验有100个志愿啊。100个志愿，也就是说，你不太需要太精准的找到你的位置在哪里，你只需要大概找到大概的区间就好了，大概区间就可以了。你这个区间当中，往上填50个是挑战，往下填50个是安全，就这样子而已。所以这里面当中它的衡量其实是很容易的，所以填志愿、分科志愿填志愿没有这么的困难。不要这么紧张跟焦虑。虽然今年名额稍微少一点点，但是这个完全不影响你录取。为什么？我讲一下，你要知道哦，这个你看哦，分科测验的落榜其实是相当难以理解的。95.9%的录取率，这是今年的公告。你的录取率有95.9%，我今天跟你说，你买一张乐透彩，买一张彩券，中奖率95.9%，你有没有觉得很有希望？很有希望啊，对不对？所以你在担心什么？你之所以会被媒体当中之所以不断的会去讲说今年名额略少，就是因为它跟去年比，去年96.3%还96.7%，就是说它的比例都很高的。这少子化的时代，名额够多的情况下，这个录取率很高，它其实很难落榜，可以吗？那再来，大部分的同学都会填的志愿大概是去年的平均填志愿数大概是60多个，60大概到70个，那录取的大概是第23个左右，就是说这个是平均的。那这时候就会有同学问，那我是不是填个25个、30个就好了？不行，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平均数。所以也有的人他可能是第90几个才录取的，可以吗？所以我想要让你告诉你的说，分科测验100个志愿的意思就是你有100个机会，如果你只填20个，那你就只有20个机会，可以吗？好，20个。传闻中100个志愿都没上，考分会给你一个学校念，是真的吗？没有这件事情的，好不好？没有那件事，你100个都没有上，我等一下会讲一下分科落榜的这个状况，但是没有这个传闻。好，那在大部分同学你一定要让自己的机会多，所以你就要多填几个志愿。你如果不填，你就是机会就少，可以吗？100个志愿它的容错率是很高的，所以你不用太过于担心，不用太精准，你只要大概找到区间就好了，然后多填机会就更多，就这样子而已。那去年当中有9.53%的人落榜，这些落榜的这些状况，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况？为什么？我等一下讲一下名额回流变少的原因，等一下后面会提到。那落榜的原因，为什么9%还会有将近10%的人会落榜？要知道哦，在考分科的这一群人里面，通常会有在校生、应届生，然后会有重考生。重考生又有2种组合，一个叫完全重考生，就去重考班的；那另外一种就是在校重考生，就是他就是在本身已经有大学念的，但是他在大学里面当中，他就是后来他还是想说，那我就再去重考一次分科测验，看有没有更好的机会。所以这群在校重考生里面，他如果没有考到自己更好的学校，他就不会再填了。
所以说很多人大概都是不填志愿的，每一年平均填志愿的百分比大概是83%到87%左右，我觉得大概85%中间上下，就这个区间的人会填志愿，其他的是选择不填志愿的，所以有一些不填志愿的情况下，对，那当然这样就会让这个名额当中就会机会，然后就不会这么有机会落榜，但是还是有10%的落榜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我认为啦，分科测验很难落榜，但是还是有人落榜，基本上是基于3个理由。第一个就是他不想去就，他不想要让自己就是在这个分科测验里面当中，就是他已经选择了想要去更好的学校，但是可能没有考好，可能没有考到超乎自己的预期，所以他今天对自己有一个底线，他的底线可能设定在很高的地方，他需要，所以说他不愿意去就，因此他就后来可能不填志愿，或者他填的志愿都相当的梦幻，这个是可以理解的。然后第二个落榜的理由，我认为就是太懒，就太懒有什么？包括你不找资讯，你没有花时间做功课，甚至呢你懒得填志愿。你有时候都会听到有人有一些问题，那我志愿可不可以不要填那么多？当然可以啊，那是你的决定。但是呢，志愿填的少代表机会少，落榜的机会就高，就是这个是由你自己来决定的。所以不要这么懒，好不好？就把100个填完就好了，100个填完机会就大很多。我等一下会跟你讲这100个我们大家可以怎么去做，但是请你不要懒。第三种的状况就是粗心搞错。严重的粗心搞错，像我一开始说的这个叫做缴费的问题啊，或者是其他的，甚至是系统操作的问题，这种粗心的严重的说一个小疏失没有按确定之类，这个它都会让你那个落榜。所以我们稍微注意一下这3件事情，基本上就没有太大的问题。那没有考学测的人可以参加分发吗？你的学校，你的报的资源里面当中，它除非不采集学测，你就可以去评评看。因为他如果说今天他的采集科目里面当中不看国文、英文那这个里面的这个学校你就可以填了就可以有机会参加分发。可以吗？所以说孟格你要注意一下，如果你没有考学测的话，注意一下你的学校是不是有看分发的这个分数就是有这个部分，稍微注意一下就好了，可以吗？好，那再来在这个落榜的这个3个原因，基本上就是这些理由，没有太多的我觉得应该不太有其他的状况啦，因为不太容易。好，那很多同学都会问说，那到底落点分析哪一个准啊？哪一个准？这是很多人很喜欢问的问题，从个人申请问到现在，各位没有一个落点分析它是准的，也没有一个不准，每个都有它的逻辑跟算法。每个都有它的逻辑跟算法，你今天在落点分析的，它就是一个工具，它不是算命，它不能够去决定你的命运。所以说，今天你要知道，落点分析的功能就是帮助你去筛选到一些不必要的资讯，浪费掉你找志愿的时间。我们以前那个年代，那个落点分析怎么落？就是它是把全台湾去年的大学的科系的分数印在报纸上面。我们就把报纸铺在地上，去一个一个去对照，可以吗？那就是以前我们在找志愿的方式。那现在呢？你们有电脑有网络，它在这里面当中，它一键 key 下去，输入你的分数下去，然后它的这个分数就会秀出来，所以它帮你节省了很多的时间呐。很多时间，所以落点分析的工具是帮助你节省时间，有些完全不必要的你就可以删除掉。2000多个科系里面找到100个，那你要怎么样剔除掉一些完全没必要的，你就可以在当中做一些筛选的动作。那再来有一些落点分析当中，传统的落点分析工具大部分就是工程师呢，他就是对照去年的分数嘛，去年的跟今年做个对比，就是这样子而已，这是比较基本的一个状态。但是这个就是它可能会有几个状况无法判断，比如说包括采集改变了，包括这个加权改变了，包括新增校系，包括这个所谓的人数的差异，这个都有可能会有一些影响的。这些其实是电脑不容易落点的部分，所以说落点分析它不是一个全能的工具，它就是帮助我们可以去参考的一个点。那我们在思考这个落点的时候啊，或许这1-2年当中会有一些系统它会加入所谓的 AI 追踪，对，那当然我不太知道他们的 AI 追踪的后面的逻辑是什么，但是如果按照他们讲的，如果说今年你有时候去做那个落点分析啊，第1天做跟第2天、第3天做还有第5天做，因为做起来有时候
它给的结果会不一样。为什么？因为第一天做它就是用去年的样本，对，那随着样本数越来越多，今年的样本数越来越推进，越贴近今年的，那就越有可能推估说今年的考生他们的心理状态的分布，弱点分析它是透过分数来帮我们用去年的分数来做个预测，但是很多时候啊，它可能还有一些包括大家的心理状态的不同。那透过这个 AI 的追踪，或许能够比较贴近今年考生的一个心理状态。所以你问我说我要怎么样使用这个弱点分析的工具，我就这个原则啦，不用准，找到区间就好。不用太精准的找到你的分数在哪里，你只要大概的位置就好。然后呢，不同的时段多做几次，不同的系统至少用3个系统，好不好？3到5个系统，然后来判断一下说，那他给你的数据你觉得合不合理？因为不同系统有不同的算法嘛，那这些算法你就可以去评估说，那我在这些算法里面当中，他讲的合理或不合理？合理或不合理，我们就要怎么样去做这样的一个评估跟推测，这个就是我们可以来做个检验。因此，你现在弱点分析给你的数据是由你来检验，看看他讲的合理或不合理，就这样子而已。所以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这样子来做这样的一个调整，好吗？要做这样的调整，所以说你就去评估一下，不同的时段多做几次，它能够帮助你，可以帮助你可以在这边得到更多的资讯。好，那我们来讲一下整个弱点系统里面当中，它是怎么样来做这样的一个思考的。大部分的弱点系统，或者是我们在怎么样去做一个检核，我们就来讲从这个人数上面来分享一下 ，OK 吗？高职生可以考分科吗？高职生可以考分科吗？好像应该不行哦。当年的应届的应该不行，应届的应该不行，这个我有点忘记了，对不对？那 OK， 好，那我们再来就是说面对这个人数上的差异，人数上的差异当中是怎么看的？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刚才做了一个表来做个统计一下，111年到103年这些部分，报名人数就是考分科的人数。那你可以发现到111年的人特别少，那填志愿的人数是我们用推估的，大概8×5的部分。那为什么111年的人特别少？是因为111年这一年是这个所谓的108课纲第一年，那这一年当中第一次国文、英文不能够重新考，不能够分科测验不能考啦，所以很多人就会担心说，我这边我的学测没考好，所以我分科测验一定没有竞争力，所以个人申请能够第一填就赶快第一填了，所以那一年导致个人申请的人很多。那人很多的情况下，他的这个分数上面当中，应届生是可以考，应届生可以考，好，谢谢燕燕帮我们补充，谢谢好，那应届生是可以考这个学测跟分科测验的，OK 好，对，然后那我们再回来对了，我想到了，是高中生不能够考统测，应届生的高中生不可以考统测，对，但是高职的同学要考学测跟分科是可以的。对，还是可以报名的。OK， 好，那我再回来那我们这为什么111的这个人数当中它降跌？原因是因为当时候大家都很担心很大的变动，所以个人申请能够上就赶快上了，就低分。赶快低分就赶快能够上就上，所以个人申请人很多，那分数稍微高一点点。但是如果是这个所谓的后来那一年当中，大部分人都挤去那个个人申请的情况下，所以我们的这个分科测验人就很少了。人就很少的情况下，当年回流后的名额是3.9万人，3.9万人，它的缺额就达到1.4万。那一年的缺额太多，导致于大家疯狂的低分高就。就是莫名其妙，我一些很低的分数，然后可以上到很好的学校。我明明在学校程度不差，但是因为有缺额的关系，所以我可以往上填到很好的学校。那有了这样111年的印象之后，后来112年，大家都听说分科很好考，听学长说分科很好考，所以很多人就开始回来考分科了。然后还有一群人就是我当年就是不爽，个人申请的时候。我去了这么差的学校，那我同学都上到比我好的学校，所以我不开心，所以我要回来考分科测验，所以导致于说112年分科的人开始爆多，变到4.2万人。那当时填志愿的人是3.7万，回流后的名额是4.2万，所以缺额当中后来就剩下6464人，这个是缺额的部分。在这个状态下，大家就在不断的迁移人口。
可以吗？迁移人口，考试人口不断的在2个制度当中做一个转移。那今年呢？今年的状态，你可以发现到分科的人还是4.2万，差不多的人数。那我们今年预计会有3.8万人、3.7、3.8万人来做这个志愿选填。那回流后的名额为什么变少了？很多刚刚就有人在问，为什么回流后的名额变少了？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大学减招的关系，因为大学端在少子化的情况下，他们也担心说自己我可能没有办法去考到这个所谓的就招到足够的人数，所以呢，后来我就干脆不要申请那么多名额，所以主要是因为大学主动减招的关系，所以导致回流名额变这么少。在少子化的时代，人都差不多，人都其实越来越少的情况下，但是在这个名额上面，他们知道自己招不到那么多人，所以决定选择减招。那因此今年回流后的名额比填志愿的人可能还要少的情况下，就有这个所谓的落榜的机会，也就是说它的缺没有到这么多了，萝卜这个坑还是坑今年就比萝卜少一点点了，但是我觉得这少这一点点应该还好，因为其实只要你好好的去评估，其实你要落榜的机会我觉得也不是这么大，但是你就是今年带的一个态势就是说，你如果确定不要落榜的同学，你就是安全志愿填多一点点，保险分赢多一点，就这样子，应该机会就大很多。我觉得还是就不需要那么紧张这件事情。那我们知道一下说他们的这个缺额的状况降下来之后，那所以我们大家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在大学减招的情况下，缺额减少。所以如果你今天是填私立学校的，因为通常减招大部分是私立学校在减招。对，那减招就你的名额就少了，名额少的情况下，你这个大学端当中在填志愿的时候，我们在填志愿的时候，面对到私校或中后段的，其实就要格外的保守一点点，因为你的竞争力其实已经不是那么大了，所以你应该稍微保守一点。其实今年整体填志愿，我们都希望大家不要太过于高估，因为在填志愿的过程当中，其实有时候会有一些比较冒险的状况，如果你想拼，其实可以拼的，但是你不要每个都拼，你有100个，你还是让自己有一些安全志愿，所以尽量保守一点的评估，填志愿会比较好一点点。这个跟我过去的填志愿的风格会不太一样，我过去都会鼓励大家，反正有喜欢的就往上冲，试试看挑战一下。但是今年因为在名科缺比较少的情况下，还是避免落榜，就稍微注意一下。那当然啦，它还是要取决于说你画的那一条线在哪里。如果说你确定我一定非什么学校不念，那你就从那边开始往上画，那也许都是比较辛苦的，对，都是不容易录取的，那你就要去接受这个事实，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呢，我们就是稍微知道一下说今年的这个整体的趋势跟太阳大概是长这个样子。那所有的资料，我们就可以在大考中心或考分会里面都可以去找到相关的资讯，就搜寻这个大考中心跟考分会，就会有相关的资料了。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年5标的状况，在5标的这个状态里面当中，可以发现今年的数甲是简单的。后面括号是今年的，所以你可以发现，数甲今年简单，化学今年简单，在这些比较简单的这些分数上面当中，那你可以发现，你拿到分数你会很漂亮，就是哇，我考得很好，就这个分数上面这个简单是什么意思？简单就代表说你的分数大家都简单，一旦题目简单，大家同时都考好的情况下，整体分数都考好的情况下，我们在比的就是一个相对的位置。所以说数学、化学数甲跟化学这2科在今年是贬值的。什么意思？如果今年我考45分，数甲考45分，我才等于去年41而已。对，那我们的这个叫做落点分析，都是用去年的分数来看，去年的分数来做个推估，那我们用去年的标准来衡量，在衡量的过程里面，我就会发现去年41我去年只要41，但是我今年考45才等于去年41，所以你的分数就贬值了。所以简单的题目、简单的分数，你看起来会很漂亮，但是呢，其实上它是贬值的。那另外，物理跟地理它比较难的情况下，它就是增值的。它增值的为什么？因为比如说我物理我今年考48，我就等于去年的50。那去年当中它50会上，那我可能48就有机会去拼了。
所以从这个状态里面就可以知道说，那我们的是分数当中是增值或贬值的状态。所以有时候遇到难的题目，我都觉得要开心，知道吗？题目很难，大家都考很差，你知道吗？简单大家都对，但是难呢，大家都错。错的情况下，你跟我之间的程度就很有可能比不出来了。很有可能比不出来，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面，我们大概先得到一个简单的结论：数甲化学是贬值的，物理跟地理是增值的状态。那公民呢，它的顶标有比较前后顶标，然后跟中后标当中它有点落差，所以它的两极化的分数会比较大一点点。那再来，私校今年可能会分数会提升。我们认为今年的私校它的分数可能会比去年还要再高一些，因为我们要稍微保守选填。那再来中后段的考生要特别要注意，要特别要选填过程要特别保守一点点，会好一些些，好吧？就是稍微注意一下。那你说前段的同学呢？前段的分数，我认为还是会趋向一个稳定的状态，因为其实在落点里面当中啊，中字辈以上甚至越前面的校区，它的分数会越稳定，只是说到中后段就比较容易乱掉。在乱掉的情况下，为了避免我们的这个分数跑掉，就是判断错误，所以你可以去思考。就是说，那我们可能填的保守一点，对我来说相对安全一些些，相对安全一些些。好，那再来，你还可以去看这个所谓的什么说这个其他的相关资料，包括单科的，还有一个叫做组合人数累积，这些在考分会的资料都可以查。那我特别要跟大家讲这个所谓的考科组合人数累积表的部分。累积表怎么看呢？它今年当中我们在分科测里面会有不同的组合，今年一共有160种组合，这些组合里面呢，它会把几科加总起来，可能再透过加权，那可能再透过这个所谓的单科乘1的部分，就有的5科，有的4科，有的3科等等的，就是你可以去用这个不同的考科组合来做一个换算。那它怎么看呢？譬如像这边我取的其中一小段，比如说这边因甲物化生这里，因甲物化生里面，如果去年是我们用今年今年是其实今年281分，281分的情况下，那我们先从上面累积下来是147了，147对到去年最接近的数字在这里146，也就是说今年我的281.1到282之间的这个分数，只是等于去年的276到277之间而已，所以我的分数是贬值的。那为什么？因为可能牵扯到了所谓的数甲化学。这2科太简单了，所以贬值。那虽然物理比较难，但是1科打不过2科，所以它的分数当中就是有这样一个贬值的一个幅度。所以你就可以用这个所谓的分数当中来做一个评判跟推估，知道一下说，那我的组合的分数大概位置在哪里？那像这种考科组合啊，它其实比较适合用在前段的科系。因为其实越到后面真的会很乱啦。但是如果说你是中前段、中字辈以上，这个考科组合是可以帮你来检验一下，那个落点，然后他跟你这样讲，你觉得合理不合理？你可以用考科组合人数的累积波来对照一下，我觉得还不错，还不错。那如果说你是5科都乘1的那个可能会更精准。对，因为如果有的加权，它其实是很难判定的。对，家人们，那这个状态下，我就是组合人数里面，它能够用有一些限制。那再来就是，如果采集科目有改变了，它也不太能用。采集科目一旦有发生变化，它也没有办法去做这个调整，就是去判断。所以这个是一种方式，但是就是稍微知道一下，说它有哪一些限制可以来用。好，那在填志愿的过程里面当中，我们要去思考一下说，那不同的类组他们填志愿的状况，为什么我要去思考一下各类组的填志愿状况？要知道虽然我们大家考的科目就是有社会组、自然组，但是也有的人会跨科考，你不太确定说会来考你的这个考试的人，你跟你同一科的你的对手是谁？所以你要去了解一下各类组的填志愿状况。我们大家都会着重在分数这件事情，就是看一下去年来对照，但那分数是其中的考量。很多时候在填志愿的时候，那个是一个行为模式的一个考量，对吗？我们用去年的人来推估今年这件事情很合理，因为背景一样，然后也是同样一份考卷，用它来推估很合理。但是去年的分数跟去年考生的心态跟今年考生的心态不一定会一样。好不好？因为它很有可能会有很多的因素会有出现改变。譬如说举个例子好了，像在今年个人申请里面有一个科系，它的分数暴涨，什么社工类的科系分数暴涨，为什么？因为
在那个时期当中，其实出现了很多社会案件，包括虐童的啦、儿少的事件。所以说，当新闻常常曝光的时候，大家就对这个议题关心，所以填的人就多了，分数就往上了。所以说，今天当常常出现在人的面前，他就会觉得，那也许我可以试试看，它就是你的心里面的一个想法。所以说，在这个状态里面，它很有可能会随着不同的时间背景，像今年 AI 红了，AI 红，所以 AI 相关的科系也分数也跟着涨，所以不仅股票涨，连分数也跟着涨。所以说，它会在不同的时代里面，可能会有不同的想法。那以前我们那个时代，那个时候生命科学那时候其实很热门，那时候大家炒作生命科学发展很好，结果一票人去念生科，就出来说大家很生气，为什么？因为台湾的生科发展并不好，所以说后来的这个就是那个生科，大家就念生科以后都没有前途，有没有一日生科终身科科，就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出来。但是前一阵子黄仁勋不是说吗？不要再去写程式了，让大家去念生命科学。你看，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背景。我们以前能够为了要去念到一个好学校，所以我们会干嘛？可能会离乡背井，可能会想说，为了要去念那个好学校，我们希望能够就是不管怎么样，反正我就是去住宿都好，就是说希望能够念到一个好大学。但是现在呢，我发现大家在这个填志愿的时候，会有一个考量，我想离家近，然后离家近一点，然后学校差点没关系。所以在这个思考点里面当中，大家的心态不一样，时代不一样，时代不同，场景不同，背景不同，所考量的点不同，所产生出来的结果也不同，可以吗？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你可以稍微注意一下，今年如果现在如果常常出现哪个新闻，那个新闻有可能会往上提升。对，冰岛下来这边说的很好，这个疫情出现的时候，呼吸治疗就涨了，就类似像这个。对，那你说电资感觉要暴涨，其实电资一直以来都很不错，就是说这几年特别被炒得高一点，所以说电资它有可能是威胁到医学领域的情况。这个稍微注意一下。那在心理系有前途吗？你有机会，小浩你可以去看，我有一支影片是心理系跟心辅系他们的这个工作的区块，就是说他们稍微做个整理。其实我觉得心理系不是系有没有前途，是你有没有前途。就是你有没有在里面当中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我等一下后面会花更多的时间来分享这个区块，好吗？好，那再来，那如果孟婆这边有问到说学测可以申请科大，分科不行啊？对，因为分科就是只有一般的就是一般的大学可以用而已。好，那我们再回来，在各类组填志愿的这件事情里面啊，在填志愿那我去考量一下别的类组。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别的类组大概怎么思考。3类组的通常是选系优先，因为如果说是这个3类组，我今天想要念医疗的，那我可能只要医学大学的我都有机会，都会去填。那医学大学它就不分公私立了，因为它就是专科。那2类组的同学他可能就会想说，那我先念个电资因为现在电资很热门，但是电资选完之后，他不一定会去选机械，不一定会选光电，不一定，他有可能想说，我可能要选到比较好的学校，我的数甲很好，去拼个财经经济，这个也是有可能的。所以说这个他们会放在这个考量点里面。那1类组大概是最难评估的状态因为什么？因为1类组它的这个牵扯的面向很广包括这个考试啊，然后这个学校的问题啊，加权的问题啊，等的，那甚至是会有一些我的选的学校好不好看啊，怕会不会浪费分数等等，都会有很多这样的一个纠结的面向所以说稍微知道一下就是说就是1、2、3类组他们填志愿的过程当中可能的一些普遍的趋势，当然不是绝对的就是它是一个普遍的一个趋势，我们稍微可以来知道一下。那这边 Yuki 有问说，时代背景资讯要怎么知道？就是说你要去关心目前的趋势趋势就是说最近新闻常常出现的譬如说像类似像最近可能奥运你觉得有没有跟奥运有关的一些题材？如果什么爆红了，常常出现的这个，也许就会有这种类似，像我今天看到一个用3D 列印球鞋，对，它是用针织喷漆的，然后一双球鞋就完全就喷完了。对，那这个它看起来，然后我觉得这个就很酷这个东西如果说我对这个领域很有兴趣 3D 列印也许在理工相关的，我就可以往这边做发展之类，所以你就可以从这里面然后去构思。
可以吗？好，然后有人问说机电跟电机有什么差别？搞不懂。我跟你讲，搞不懂你就去看他的课程，看一下学校的课程里面当中，你就对比一下，电机跟这个机电这两者的差异哦。但因为我也不是这个专业的，但是你就上去看一下，其实从课程里面就可以看到这个区块。那再来就是说，一般的弱点分析会用百分比。高好几趴，请问应该怎么看 ？OK， 好，待会会稍微讲一下说，就是不同的落点之后当中要怎么样去做这样的一个推估这个部分。好，然后直播会留 ，OK， 这个直播会留所以大家可以就是不用那么紧张，可以吗？好，那学士班跟一般的系有什么不同？我讲一下这边其实有同学我开始问到一些科系，我觉得蛮好的，我蛮喜欢回答科系的问题的。学士班啊。就是不分系啊，它其实就主要不是就是由学校这边来派课程给你，就是你要自己去规划自己的课程，所以你可能要知道说自己要什么自己需要的内容。那学士班通常会1年级、2年级会有一个普遍可以修课的一些课程，你都修完之后，然后再去决定你之后你由你自己来规划自助餐的概念啦。由你自己来决定说你要上什么课所以学士班它的主要的这个就是由这个同学自己的这个部分，然后去做一个学习的部分，好吗？好，那数学系我觉得数学系其实是未来是很棒的一个科系，为什么？因为在电资领域里面，其实我们大家都觉得说，好像电子啊、资讯这个区块，它就是好像就是念这一类的才可以去往这种所谓的高科技产业发展。但是如果你的本身的数学能力很强，在现在的这个你要强调很强 AI 的发展，你要很强的算力算法，在有这些基础上面，所以数学系很强的，它其实也是这个所谓的走这个资讯领域当中也是可以，或者是商管、精算跟数学有关，它其实都是可以一个很好的基础。但是后面你就需要再不断的做一些学习，我等一下后面会再多提一些多提一些。好，有时候家人讲的话不一定要听啊，对，因为他们对时代其实不太认识。好，那我们今天就回来为什么大家选志愿这件事情这么困难？你有没有发现你在选志愿好纠结哦？为什么？因为你选志愿的时候啊，你既要又要还要，为什么？我既要好学校，又要热门科系，还要离家近，哇，这怎么办？然后你的分数当中就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啊！你要知道，你其实是有一些限制在的，你的分数当中其实就卡在一个位置，但是你给自己很多的限制，导致于说你志愿很难填。为什么很多人他在填志愿的时候只能填20几个就填不下去了？所以他给自己的限制太多了。我有时候啊，在帮就是学生会问我填志愿，我问他你要什么学校？我要北部的，要公立的，你的分数就只能跟南部私立的啊。那你今天当中你给自己这么多的限制，你又非哪几个科系不念，你就没有办法去挑试，你没有办法给自己你给自己太多的限制，导致于你寸步难行啊。所以说不要这么贪心，不要既要又要还要，试着要去舍弃掉一些，因为在未来里面呢，其实都有机会做不同的空间的转换。所以我们在选择科系的时候，不要纠结，在某一些情况，我们给自己更多的空间，你才有机会可以填到100个志愿，让自己有更多的不同的一个选项。怎么样可以？我跟你讲怎么样让自己不同？请你知道自己的极限。你才有机会去扩大人生的上限。请你知道自己的极限，才能扩大人生的上限。什么意思？我们很多人其实都是不知天高地厚的。你觉得我好像我什么都有机会，都可以试试看，都可以做看，但是其实你的能力并不足，你不知天高地厚的情况下，你不知道自己的极限，你就处在一个无知的状态。你觉得自己好像很厉害，你觉得都可以去我这个科系我就想要去念，但是我就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导致说你在选年就是说很多的碰壁。那一旦当你知道自己的极限的时候，你这个时候才是你突破人生上限的开始。为什么？我举个例子你还记不记得如果你在学校参与社团的时候，你是不是在参加社团第一次办活动，觉得好紧张，什么都不会怎么办？问学长啊，问一下相关的人员该怎么办啊？遇到财务的状况不明该怎么办？你看找资料啊。你有没有发现1年过去了，你的活动办完了，活动办完之后你也成长了，你开始不断的学习，你知道自己不会，所以你去问人，
问了人之后有所学习。或许过去的你不是领导性人才，但是后来你已经可以成为总召。或许过去你对于这个所谓的财务的管理上面不是那么谨慎，但是最后当中你却可以有效的管理钱财。这些都是因为你知道自己的不足，所以才不断的往上的扩张。所以理解自己的极限，不要不接受你的分数就是你目前的能力的表现，请你就要去理解这件事情。我不是在讽刺你，我是要告诉你说，请你要接受这个事实，因为我们过去不管可能因为考不好，可能因为好画错卡啊之类的，很多我也其实有时候都会听到有一些人会跟我讲说啊，老师我就是那个时候画错卡。我这个时候就是没有办法去，就是那一天可能发生什么事情，有很多的理由，但是结果呢？结果就是没有分数没有出来，分数没出来，你跟我讲你的能力很强，那都没有意义，那都没有意义，这个就是现实的状况，所以我们要在有限的资源里面当中去找到我们可以发展的空间，这个是你需要去不断接受的现象，接受事实。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哦，有没有看到左边有个 Bourbon 这个应用程序？这个应用程式，这个我不知道可能不太知道，它就是 IG 的前身。IG 你们都在用，像我现在在用 IG 直播，也有 IG 直播。为什么 IG 现在大家用，但是大家不知道 Bourbon？因为 Bourbon 之前它一开始它在发展的时候啊，它就是有照片分享的功能，有这个所谓的定位的功能，有这个影片的功能，有留言的功能，有社群聊天的功能，就所有的功能它都有了。它就跟 Facebook 当时的霸主 Facebook 一样，它什么都有了，但是因为它什么都做，那甚至但它没有足够的资源去 push， 也因为它什么都做，让它没有这么多的这个资源能够去了解自己在这个能够做到哪个领域，所以说因为它什么都做，所以导致它没特色。那后来经营不下去了，当时 Bourbon 的执行长就想说，那我们应该怎么办？所以开始去构思啊，想一下说，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化解这个难题？后来他去他的后台数据看啊，他发现他的后台数据里面，很多人会比较使用照片分享的功能，其他的就不太用，所以他后来就果断的把照片分享以外的他都不做，全部都砍掉，他就只做照片分享这件事情。那当时候因为网速没那么快，照片画质太高的话，它其实上传会很慢，所以他们就规定，那我的照片就是四方形，是吧？解析度比较低，所以它上传就快。那再来，这就是为什么IG 啊，它都是四方形的原因。那再来就是，其他的就是有一些手机不一定每一个手机都很好，但是照片拍得漂亮很重要。那手机不好怎么办？所以它发展了很多的滤镜，用滤镜的部分当中来弥补相机的不足，所以这就后来成就了 IG 的爆火。那 IG 后来红了之后 ，Facebook 用10亿美金把它买下来，成为 Meta 的子公司。各位，我想要说的这件事情就是，你不要什么都做，因为很多东西我们不一定能够去承担。但是你知道自己的极限的时候，从这个地方仔细的去发展，也许你能够找到你的一片天。然后从这些部分里面能够去做一个思考，我觉得这个是对你来说会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好，那再来那小红有问就是学士班适合什么样的学生去念？我跟你讲学士班就是如果你的自主性很高，你知道自己要什么的人，那你就去念学士班，因为学士班比较没有一个系管会去特别的 focus 在照顾你，那可能是好几个系管组成的，所以说你的自主性要很强。学士班我觉得，那你如果知道自己要什么，那你就去学士班学，我觉得会对你来说蛮好的。那兽医系怎么样？兽医系当然很好啊，你知道现在是宠物经济的发展，但我说的宠物经济不是只有兽医系当兽医哦，以前的兽医就是当医生就是帮宠物看病。那但是在这个里面，兽医系当然有分大动物、小动物。那如果说今天你又有现在人特别比较喜欢养猫。那其实如果说你今天本身是个兽医师，他当然可以当兽医，这是一条路。但是你想，如果说我今天兽医师，对，兽医师，我今天兽医师，然后我还能够去带动一些宠物经济，然后比如说我能够跟这些科技厂研发，然后比如说去透过猫的便便，然后来判断
这个猫的健康，但是我不可能每次都去看医生嘛，那怎么办？我就透过一个机械研发，透过猫便便把这个厕所当中去侦测它的湿度、硬度，然后从这些数据当中，然后来判断这个猫是不是健康。那健康这件事情谁可以判断？医生可以判断，所以你可以跟那个所谓的工程做结合，然后开发出一款产品。对，所以说很多东西都可以相互结合的，但是你要说兽医这件事情，它的专业性不容易被取代，但它可以用这个去碾压其他的宠物经济相关的部分，可以哦。好，那要分清楚一个科系是在学一个工具还是学一个产业，产业的市场肯定比工具大，但是读产业是工具的一家，对，冰岛下凡，冰岛下凡这边解释的很好 ，OK， 好。数学系要什么特质？就数学要强啊，没有别的哦，就是数学系要很强。对，就是因为它是很专业的东西。好 ，OK， 那我们再继续哦，就是说我们在了解到这样的一个过程之后啊，就是说从这个 Bourbon 到 IG 的故事，请你知道自己的极限，你再去找，才就会有机会去找到人生的上限。好，那刚刚有同学问到说，那老师我发现不同的落点给我的那个答案不太一样，我要怎么去相信？我跟你讲，你就每个都拿来看看，因为我不太知道每一家落点分析它的算法是怎么算的，因为他们通常会有一套他们的逻辑，但是如果他没公开，我们也不知道。那如果说今天他是用百分比看，那你就用百分比去做一个判断。那你说百分比比较准还是人数累积比较准？那个误差都会包在100个之内。那个误差都会包在100个之内，所以你不用这么紧张这件事情。有的落点分析网站还用 PR 值去算，我觉得那个也很好。就是说大家会有不同的算法，但是它都会包在100个资源之内，所以你不用这么紧张，不用那么紧张。那我只要在这100个资源里面当中有效的去排我的顺序就好了。你只要在这100个资源里面，只要有会上的有填进去就够了。好，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判断说，那他填的东西，我有没有机会能够去做一个落点分析给我的数据，我有没有机会去做一个评估？我或许可以有一个想法，就是那个叫锚点落点法，找到一个锚点，然后来做上下做推估，因为大家在排资源的这件事情当中，它本身还是用一个这个所谓的分数的排定。你想北部一定比南部高，西部一定比东部高，台北一定比高雄高，对不对？本岛一定比外岛高。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分数的排定的情况下，就是我们大家可以稍微推估一下，我们只要先算出一个分数的位置大概在哪里，算出我在这里面，这个分数的位置在，那我开始由上往下这样子排就可以了。比如说像我这边举的例子，比如台大社会系5科都乘1，因为5科都乘1，它的稳定度比较高一点点。那去年是257，那我们采集人数，因为它的采集科目没有变，那累积在571的，那今年就稍微降一点，大概在256左右，256、255这个区块。所以说，像这种5科都乘1的情况下，你找到这个锚点，台大社会系那下面就是相关的科系，就是一路排下来，就大家排的顺序基本上会一致。你就用这个部分要去思考一下说，那我今天台大社会系，那个或者是在台大图资类似像这样这些部分社工，那我应该怎么去排序？你就可以稍微去评估一下。那这个是5科都乘1的锚点落点法，其实还蛮好用的但是在中后段的大学比较少有那个5科都乘1的因为其实最中后段的学校，他们的采集的方式会更加的不同。那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就可以考虑用一种方式，就是用单科转换，就是有一些科系它会用这个所谓的把你除起来变成平均单科的积分。那这个的做法的好处是什么？它的好处是相对保守。我们刚刚讲了嘛，5科一起算，它就有机会容错。比如我今天英文好，或者是我今天数甲好，然后我有一科好，另外一科不好，就可以相互弥补。对，比如我今年我物理考得不错。对啊，物理考得比我预先的好，大家都降低，我分数往上提升，也许我这个分数就可以拿去补我考不好的数甲。所以因为它组合科目太多，所以它比较有机会容错，比较有机会可以做个包容。但如果转换成单科，就会比较就是会比较压力会比较明确一点点，所以说它其实容错率就小很多。所以你真的不行，你可以把它转换成单科来评估看看。所以你就发现，我今天用 PR 值也好，用累积人数也好，用百分比也好，这个都 OK。好，单科的采集也好，反正这些全部都会包在100个资源里面。你要知道100个资源真的很好用，你就把它填满100个就对了。
100个就对。这里面呢，你只要在这100个里面做一个有效的排序，都能够有效的帮助你在填志愿的过程里面，就比较不会有这么多的一个问题。好吗？好，那有人问说，法律跟国贸需要什么特质跟发展前景？哇，我觉得这个很多的会有一些科系的问题啊。我待会我想要介绍一个网站哦，再介绍一个 Excel 档让你们下载一下。我待会再来说讲营养系的兴趣，然后数学系还有OK，我待会这个针对科技的部分，我待会再多花一点时间说明一下。好，我先把这个区段当中先把它完成。好，锚点落点法。所以在填志愿这里当中，我们稍微有一个给大家一个区间式的填志愿方法，就是你找到你的区间之后，开始上下填就可以了。动作什么？第一个找3个落点网站，3个以上，3个以上落点网站相互的比较，然后后来自行比对一下，排序一下网站说的对不对，然后之后呢，排除一些自己不喜欢的、不要念的、讨厌的区域，好不好？好，跟家人讨不行的，然后从里面当中去挑志愿。那一旦当你找到你区间的时候呢，好，那梦幻这个概念是什么？我觉得在分科里面呢，梦幻大概输个25分，输25分以上，它就可能就叫梦幻了，可以吗？那你的位置大概区间的位置大概就是正负十之间，这个区段大概就是你的这个落点区。那你在这个落点区里面就好的排序，因为很多人会花很多时间去排那个梦幻志愿。对，那当然我们就喜欢的就往上排，但是因为它本来就梦幻的嘛，所以录取机会就不是那么高。但是和你的区间位置正负十之间的这个区块的分数啊，这里就是要好的排志愿，因为在分科测验它的录取方式跟个人申请是不一样的。个人申请你是有机会6个全上，那你再去选择就好。但是分科测验不是哦，分科测验是从第一个志愿开始比，第一个上了后面就用不到了。如果说一路比前面比不过踢到第85个85个上了，85个之后就用不到了，所以它是一个一个去比的。也就是说你有100个机会，一次一次的跟人家比，一次一次的，那你在你的顺序就很重要，你不要把不喜欢的往上填，中间漏点区每个都有可能会上，在这个都会上的这个区间里面，找到一个可能就是你喜欢的，把它往前填，这个就很正常。那最后呢，安全的比较安全，我这边不应该写合理，我应该写安全。安全区就至少要赢，就是赢越多就越安全，对不对？好，那要赢到多少？赢个40分吧，好不好？就是说这样安全一点。然后说40分不安全怎么办？那就赢50分，赢60分，赢70分，就是越往下填越安全。你纯粹看你的风险评估能力，你有些风险没有办法承担太多风险，你没有办法接受，没办法落榜，对，那你就是往下低填。你会发现填到后面，这个科系我也要填吗？这么烂，但是安全，这就是安全的问题。但是如果说你今天没有办法，我得往上填，对，那你就是稍微注意一下你的区间的位置要怎么去摆一下，可以吗？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同学之前会拿资源给我看，我现在讲一下，你们不用拿资源给我看，我直接跟你讲我怎么看，就是我就看你100个资源里面最后面填的有没有会上的比如说有10个应该是很安全的，我就会说填得很好，我就这样子而已就说反正会上的资源放在里面就好了至于说前面的你想要怎么填，你比如说你想要挑战个20个去吧，就去挑战吧。我当年是第47个志愿才上的跟我的名字一样47一样，我当然是第47个志愿才上，我前面的是几个46个都是不太容易录取的挑战的我们知道说那些我们当时用学校来排，然后第47个志愿就是我的落点区，所以我当然就把我喜欢的排在第47个就上，后面就用不到了。所以说稍微把自己就是说其实落点分析就是帮助你排除不必要的资讯，然后帮助你去排顺序而已其实没有这么困难没有这么困难，好吗？好，那再来志愿选填的策略有什么？我们在选填志愿的过程里面当中其实你要考量的我从分数上，我们先从分数上来讲，分数这件事情不用太精准，分科测验的分数不用太精准，你只要注意顺序就好了，可以吗？那你要确保你有会上的资源放在里面，这样就够了。那再第二个，避免用优势去选择科系，优势科目去选择科系，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说，今天既然这一科是优势了，那它就是一定会上的机会就很高，很高的情况下，那你还把它往前摆，那除非你很喜欢，不然你就没有机会去挑战了，可以吗？所以说上面挑战的科系有可能就是不优势的，但是不要太多用分数这件事情绑架，不要被分数绑架，还是回归到喜欢的科系为主。那你在填志愿上面，当然是希望
至少避免落榜填个85个，我当然都希望大家填满100个，好不好？我希望大家填满100个，但是不行，至少填个85个吧，好不好？好，那然后强调一下，志愿序不影响录取，志愿序不影响录，就是说，我跟你之间，我们在竞争同一个科系，那我的分数比你高。我把这个科系，好，比如说我把这个逢甲资工，我把逢甲资工我填在第100个，你填在第1个，我分数比你高，我还是会上，我还是会先上，可以吗？我还是会先上，那你不一定会上，因为我会先上，我们都是比分数的，人跟人之间是比分数的，志愿序是跟自己比，就是那就是排顺序的问题，喜欢的往上拔，就这样子而已，好不好？好，那我不晓得在座各位有没有那个数科的，你如果有考数科的啊。我原本也想说，数科怎么办？我昨天去查一下，数科通常它的资源也没有那么多，你就是，比如说像美术班，我昨天查一下，好像只有26个，你就把26个全部都有数科就是多1科嘛，你就把这26个全部都放上去，这样就好了，然后就放在这个资源里面，不喜欢的往上排就可以了。所以数科的人同学是因为你有多一科，然后可以来运用，对，就都把它填上去，这样就好，其实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好吗？好，那在同分有可能会有一个同分参酌啊，但是会比到同分参酌，我觉得应该还好。同分参酌紧张上面会写，同分参酌上面会依序怎么比，那你就按照那个去比嘛。对，所以那些都是电脑处理啊，你也不会知道啊，对，你也不会知道，反正就大家都很公平的用分数去比。对，所以我们今天同分的，我今天我某一科比较高，我们同分参酌这个科系他选择，你就看这个同分参酌的部分。但是通常我是觉得还好，影响没有那么大。没有那么大，就稍微知道一下这个区块一下，就是说这个是选择资源的过程，所以我先用这个故事来做一个小小的一个段落，就是最近一次的奥斯卡，这个达芬乔伊这个女配角，她是今年的这个奥斯卡的女配角，她在得奖的时候，她说了一句话，她说长久以来我一直都在追求与众不同，都在追求成为别人的样子。但是如今我领悟到，我只需要做自己。当他做自己的时候，他就能够有机会成功。透过他的故事，他本身是一个歌手，但是在歌手领域当中，他可能没有表现那么抢眼，他的外形也不是那么亮眼。但是透过他的他妈妈跟他说，其实你的戏剧蛮不错的，所以你可以用这个部分，可以去用戏剧，就是往戏剧这条路去发展。后来他就一路的表现得很好，让他开始逐渐的在演戏里面找到自己的天赋。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在思考科系的过程，就是不断的去找到自己的天分的所在，当你看到你的弱点的时候，当你找到自己弱点的时候，不好意思，当你找到自己弱点的时候，才会让别人看见你的亮点。我们其实在选择资源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在分科之前在选资源，不是要去精准的找到哪个位置，而是找到自己的区间，从这个地方去发展，它就跟人生很像。如果你可以找到自己的优势，找到自己的一个亮点，这个自己的位置大概在哪里，这个地方好好的耕耘，你就有机会在这边然后发亮发光，让别人看到，就像这个女演员一样就像她一样，能够去找到自己的亮点。但是你看到自己的亮点的时候，你看到自己的你的弱点的时候，它可能不是那么漂亮，你可不可以接受？所以你得去接受自己目前现有的状态。现在只是现在，你现在的结果都是昨天的行为造成的。你如果要明天想有更好的表现，你现在就要努力，就这样子而已。所以人生不外乎就是这样的一个思考点。接受自己现在的样子，然后呢，不断的找到有更好的目标，你可以从那边继续往前进，过程不断的修正方向。我知道很多同学在思考科系的过程里面，然后都会想，那我是不是要去，这个科系他的工作好不好？他以后是不是有保障？各位，你很难看到未来的样子，你只能够了解到当下。如果你可以预测未来，我10年前就可以去买台积电的股票了，好吧？但是我就是没办法预测未来。我过去买不起，我现在还是买不起，一样的意思。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我们不太可能去预测未来，但是我可以把握当下，确定自己是什么样子的人，确定自己往什么样的发展。所以我觉得在填志愿这过程中，分数是你录不录取的一个评估点，但是在这里面当中，既然它在100个志愿包住的情况下，就不要那么 care 分数这件事情，就是把握住就好了。
就是在100个资源的容错里面就够了。那接下来呢，从里面当中试着去找到自己适合的特质、适合的样子啊。那我觉得我很高兴今天很多人会问说，那我的这个科系当中可能需要什么？需要什么？我这边我先跟大家很快的来介绍一下。这个是大考中心的顾问欧亚伦顾问，他前几天有联络我，他很关心同学的分科测验当中在填志愿的过程。那很多人都是给你一个答案，就是告诉你分数在哪里。但是欧老师，我用欧老师来称呼他好了。但是欧老师啊，他在这个所谓的测验的部分当中，心理测验当中是有很高的造诣。你们过去都有做过这个所谓的性向测验，然后还有这个学习探索量表测验。这个兴趣测验这些兴趣测验、学习探索量表测验这2个就是他发展的，就是他发明出来，他去研究的。所以说，如果说他今天他也告诉我说，他现在也开始去研发一个多元智能的部分。像其实前面就有同学提到那你这边就问说，那法律跟国贸需要什么特质？每一个科系都有它的核心能力所在。都有它核心能力所在。我们的大脑会分别掌管不同的区块，有的掌管音乐的，有的掌管领导的，有的掌管沟通的，有的掌管认知的。我们在学校里面可能都在处理认知这个区块，但是有的可能是体育很强，它就有不同的脑袋会有不同的发展的部分。所以说，我们的大脑里面呢有不同的能力被发掘出来的时候，你就可以上大学里面当中可以去很好的发展。那在这个欧顾问里面当中，欧老师他就可以在这个他应该是教授欧教授他在这个表里面当中，他就有去分享，他把每一个科系他需要的核心能力都放在这个表里面，都在这个 Excel 里面，所以同学可以去扫一下这个考试分发的资源包，里面就会把每一个科系当中它的 Excel 档里面就会告诉你说这个科系它可能需要什么能力，那你就可以去评估一下自己的能力的所在是不是跟这个科系相吻合的。好，那我先讲一下这一个里面当中它的扫 QR code 进去，它会有这个，它会长这样子，然后先跟你解释说它这个 Excel 是怎么做的，然后接下来你就填这个 I want this， 好，手机版的应该再往下滑就会有了，找到的 I want this， 那找完之后啊，点下去输入你的 email get 完之后，你就可以得到这个考试资源包的 Excel 档。这个资源包的 Excel 档，那你就可以 download 它，那它就会有刚刚那个 Excel， 你就可以把那个科系当中就可以找到，这个科系大概在后面它需要的核心能力是什么。那因为它 Excel 就是文字嘛，为了避免大家文字不是那么理解清楚，所以那个欧教授还特别给了我们一个这个多元能力的牌卡图卡的部分，告诉你说这些能力分别是在说什么，你可以从这边当中去看一下这些大学需要的核心能力是什么。或许我觉得这应该可以帮助到你去对自己的这个自己有更多认识，对科系有更多认识，有一些了解的部分好，那我们回来就是刚才特别有同学会有开始问到说，那我们在不同的科系里面，我把我的一些想法提一下，法律系跟国贸系需要的特质是什么？其实在这一类的科系里面当中，其实我们常常在面对到像这个应该是你问说法律系其实它可能很需要很多，不管是找资料或者是在资料的判读上面素材的收集归纳跟总结，这些很多的能力在这些资讯当中都会需要。那你说那这个好像跟历史也会有关联，其实没有错，很多的科系的核心能力很多都会相关的，所以并不是说一定是法律系它一定只能够什么样的人，因为我们很多的科系都是相互共有的，但是你的基本的核心能力，你的条文分析，你的分析能力应该要很强，你的总结能力要很强并且抽丝剥茧这个区块，它都是法律当中它能够我觉得在这个区块当中都是可以注意的部分。那国贸系呢，商管类跟国际贸易，英文很重要，对不对？那再来呢，你的贸易思维很重要，我认为你的观察能力也很重要。如果说你能够找到某一些商品，它是能够透过你的代理能够从国外卖进来，那个就是你的一个眼光，所以你的判读能力很重要。那它判读能力可能来自于观察，所以说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国贸跟这个法律当中，它可能会有不同的核心能力。我相信在我们的 Excel 表里面都可以应该都可以帮助到你，好吗？好，那再来营养系呢，网络上看到评价不好，我跟你讲营养系考营养师，它当然
不是这么好，但是这几年当中，大家都以养生的需求，现代人代谢疾病很多，对，糖尿病的、肥胖的，他就需要有专门的营养顾问。营养顾问不是只能够营养系考到营养师，你考营养师，你不一定只能够在相关单位工作，你可以用这个专业能够去跟不同的医院所做配合，不同的减重机构做配合，甚至呢，你还可以开始在包括透过书籍的部分，反正现代人代谢疾病很多。人有需求一多，他的发展前景就一定很好了。所以很多营养系毕业的，他可能会在身体的保健上面都会有很好的一个帮助。现代人越来越在乎自己，我觉得营养系其实是个蛮不错的一个发展。但是它不是说你如果只是大学所学，然后就想要去这个所谓的找到好工作，大学学的是不够的，你一定要自己再另外再学。好不好？好，那再来，如果说是要念这个数学、财务工程相关的，对精算有兴趣很好，但是有没有能力，这要注意一下哦，好不好？因为数学系在财务精算里面，它其实很吃重很强的这个数学的这个计算的部分。那你自己在这个部分哦，你是不是很喜欢这个区块，而且你也有能力做得很好？对，那精算能考到精算师，谁可以考到精算师？是能力足够的人考到精算师，跟科系无关。科系有关，所以你如果数学好啊，你就算不是念相关科系，你考上那也是你厉害你的本事啊。但是我想跟你说，这个区块当中，本系都会有比较完整的训练，它可以帮助到你。但是只有本科系的训练不是那么够，你还需要不断的去琢磨去增加，好不好？好，那电机系如果数学没有很好，会念得很吃力吗？会非常吃力哦。我这时候就要讲一下去年我有个学生的例子，他那时候考到电机系，就他后来前阵子跟我说，他每科都被当，对，他很认真念，但是他每科都被当，念不来。对，就是说能力本身不够，但是他当时为了要念电机，所以他取，然后发现哇，这个难度真的很高，所以电机跟资工大概是这2年退学率最高的科系。对，因为真的很难呐，所以你如果想要念这类科系，你得去做这样的一个评估，看看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能力能够去面对。好，在法律跟心辅系纠结很久，就对心辅有兴趣，但是就是心辅系比较不好找出路啦。好，那法律系好像出路没有想象中好，其实没有一个科系当中它可以保证就业的。你念的法律系，现在很多的流浪律师。对，念的心理系，台湾又没有台湾的心理保健又不是这么像国外那么流畅，所以应该怎么办？不要被传统的东西所来限制，不要被传统的东西，你可不可以法律跟心辅做结合？什么意思？如果说我今天我假设我是法律系毕业的，法律系毕业，但是我今天考上律师，我觉得我还是没有办法跟一般的大律师相抗衡。我可以怎么办？我可不可以在从法律的这个当做基础点，然后从心理辅导的角度，然后去关怀，比如说面对这些所谓的矫正相关的这些人群，那透过呢看看他们的心理辅导的这个层面，我可不可以有一些心辅的这个不同的专业技巧，然后两者把它结合起来？所以说，你如果今天对一个有兴趣，然后另外一个专长，你把它搭配起来。未来一定是个多元能力的社会，所以你能够学不同的能力，把它结合起来，一定会变得很有效果。那因为我自己并不是法律，我不太知道说法律系当中它能够不同的触角可以在哪里，但是我相信，因为心辅它本身是一个注重人性的一个角度，所以我在最近一支影片心辅跟心理系的差别，那后来星巴克的前执行长，他是心理相关毕业的。那他因为知道人的需求，所以他把星巴克打造成第三空间，让别人在星巴克不是喝咖啡，而是享受一个好的一个时光。所以他在那里提供的 WiFi， 提供很好的装潢、舒适的环境，让人们可以在那里有第三空间可以去休息。所以他把心辅跟商业结合，这个就是他透过观察的部分，知道人的需求。所以我相信，如果说你在人的需求上面加上法律的这个谨慎的制度，那你今天在公司里面，你这样一个法律顾问大家都在寻求，就想说那我就是法条就定得很死。但是如果你可以更关注到别人的需求，或许你会有不一样的一个发展空间，好不好？交大会不会很无聊？应该还好吧，大学多囊都蛮开心的。好，好，那正备学问，
分科测验的分法没有，他就是上了就上了，没上就没上，他没有备取的事情，还蛮好。好，谢谢那个 Mayo 哈，谢谢你竹山高中的，谢谢你听我演讲。好，那再来是，好，分数的部分我就不特别讲了哈。OK，那统测生准备分科有优势吗？统测生准备分科比较难啊，比较难一点点。好，传播类适合哪一些科系就读？如果说你今天有对科系认识想要疑问，你可以就扫这个 QR code 从里面下载这个资源包。那传播类适合什么样的科系就读？我分享一下我的看法。我之前访问的一个传播系的教授，他问我，我跟他说，传播系适合什么样的学生就读？是要很会做影片的吗？是要很会拍摄的吗？拍照的吗？这位教授说不是，传播系啊，它需要有看不同事情的角度，看不同事情的角度，什么意思？为什么有一些片它会得奖？是因为他看他的切入的角度不同，同一个事件里面，如果今天大家都在关注那个很表面的那个新闻，就是这个新闻的状态，比如说奥运好了，大家都在看这个奥运呢，这个当然我们得了多少奖牌啊，那你就可以从这个角度里面，然后去看我们得奖数，这个就是一般人的看法。那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为什么这个人这个选手他为什么没得奖？或者是他得奖的原因是什么？你从他后面努力的故事，从另外一个角度切进来，然后来探讨。所以传播系是要一个会说故事的人，会说故事的人他需要有看事情有不同的角度，要有不同的角度就要对事情要有不同的理解。所以去年我在协助一个学生报特殊选材的时候啊，我那个时候就跟他说，他其实对于这个鱼市场的拍照，他就有拍几张鱼市场的照片，他就想说，那我就是构图构得漂亮就好。但我跟他说，你念传播系不能这样子，你要念传播，你的这张鱼市场的照片，你拍出的意思是什么？你想传达什么样的故事？是卖鱼的人他们在清晨的时候很辛苦，对，你想要表达这个故事吗？还是说你只是想要纯粹一个构图而已？所以我要在里面当中，你要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事情，我觉得是传播系需要的，好吧？好 ，OK， 好，那再来是对，如果英文不好，念什么科系都吃力。都吃力，对。好，那数学不好念财经系辛苦吧？一定的啊，对啊，因为它就是财经系的核心能力就是数学啊，所以一定是的。对，所以数学不好念财经系肯定很辛苦，好吧？肯定很辛苦。对，那要不要克服？你可以选择克服啊。像我当初就选择不要克服，我念教育系的理由是什么？就是我要挑没有数学的。对，我是没有数学，就是数学不好，所以我就不想克服它。如果说你今天想要念财经，你对商管有兴趣，对，那今天你要念这个科系，你就数学就得好，你得去克服它，所以你就是多补习，或者是多一些学习，这个都很好。OK， 好，那再来，念纯文科系会很没用吗？爸妈很反对，去学不到什么，又没工作。来，我要讲一下哦，纯文的科系啊，我认为是相当不错的。为什么？因为很多人会想说，我念文学，对，那他就是在里面呢，就是学语文，甚至觉得语言可以自己学。那或者是说那种文科的中文系，你能够做的就是当老师，大家想象到就这样。但是你要知道，这是一个基础学科，一旦你的基础学科强，你要跨到任何领域都是非常好用的。我随便讲一个，譬如说你在中文系里面当中，它会长时间大量的磨练你的文笔，你要去阅读大量的经典读物。你如果以后当中你要么考老师，要不然呢，你如果对传播有兴趣，你在传播里面你就会写出比别人更好的文案。你今天去念这个戏剧系，你可能可以写出更厉害的剧本。你今天去这个所谓的在公司里面，就是国贸上班里面，在这个商管国贸这个区块里面呢，你可以把你的文学的这个造诣跟这个商业做个结合，很多的东西都能够超乎你的想象。大陆有一个主播，因为大家比较少接触大陆，中国大陆有一个抖音主播带货的主播叫董宇辉，他是在2002年当中6月左右爆红的一个带货主播，他卖货非常厉害，很会在现场就带货。但是呢，他本身是什么？他本身是老师，我记得好像是英文老师吧，还是中文老师？就是他本身是老师。那他在带货的时候啊，他就是讲很多很丰富的文学，能够让在现场当中这个
听带货的，每次在这个带货直播组讲了什么全网最低价，对，大家赶快来买，我们这边有什么样的优惠价格，大家能讲的词汇就是那一些。但是呢，这一个主播他本身是文学相关，所以他能够讲出很优美的词句，他能够很有丰富的学识涵养，所以很多的人都很去那边就听他在分享他的这个学识涵养部分，所以他有很多的丈母娘粉丝。很多丈母娘粉丝，所以他很会带货，你知道吗？所以说他本身是文学底子背景强的，所以我想告诉你的基础能力强，比如数学强，你要去念商管类，去念这个财经类，去念电资类，其实这个都是你的优势，就是基础学科是很重要的部分如果你发现这些基础学科不好，对，那你就要去思考说，那我要怎么样去克服它，或者是有没有别的方式可以做一个转换。所以不要说文科没有用，我觉得我高中期间我最好的就是国文，那我的国文当年也是考顶标，我觉得对我人生帮助最大就是我的国文很好，我很会讲话，很会表达，我思考上面算有逻辑，所以我能够在分享的过程里面当中，我可以有效的去做一些组织。我在写文案的时候，我就是大量的阅读，所以我可以把我的想要的东西把它应用在我的工作里面。所以文科会不会很没用？不是念什么科系没用，是你这个人有没有上进的欲望，有没有上进的欲望，你有没有不断的去学习跟想法，可以吗？好，那这个部分，那谢谢冰鸟下凡还赞助我这个抖内我170块。对，那本科的专业读到强，其实跨领域的人才是未来的核心，没有错。前者难度高，后者容易做到。其实我觉得冰鸟下凡的概念真的很正确，就是对我其实后面还有准备那个团面要去让大家去双主修跟辅系的，就是我们来讲一下本科专业这件事情它其实是在我们其实很少需要拼到天赋，尤其是越大的时候，我们在学校里面其实很多时候都要就是拼天赋，就有的人那怎么念数学随便念都很好，自然怎么念都很好，那我怎么念都念不起来，没有天赋。但是随着上了大学，出了社会之后，你会发现其实很少人在拼天赋的，大家都要拼什么？拼我们怎么样把不同的能力组合起来，拼足够的努力。今天当中，我今天要在把一个，比如说我今天要写程式，我要写出一个很好的程式，很强的程式，我可能需要很强的天赋。但是如果我可不可以把程式当中卖出去，那我可能需要什么？我可能就需要更多的沟通能力，更多的商业逻辑思维。我可能不需要这么厉害，所以马云大家一定认识吧？马云他本来是英文老师，所以你让他英文教到极致，他就是个英文老师，所以他可能也没有办法说比别人很好，但是呢，他的眼光很不错，他很能够去整合资源，所以马云在一开始的时候，他当初在成立这个阿里巴巴公司的时候，他那个跟他的员工说，我们即将成为全世界那个市值最高的互联网公司网络公司，所以当时大家台下听了就热血沸腾。然后后来呢，马云就马上第二句话就跟大家说，那个大家我们第一个月薪水发不出来，你们员工先把钱借给我，我再把薪水发给你们。所以那在当时的时候，大家就觉得说马云是不是个骗子？他不像疯子，他比较像是个骗子。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那马云为什么他可以这么勇敢？是因为他说他创业成功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个他不用自己的钱，他都找别人投资；第一个他不懂专业，所以他就找别的专业；他不会很强的东西，但他会找人，所以他把不同的人组合在一起，带到他身边来，所以他就可以组成很强的团队。所以本科读到极致是一种工作的方式，但是能够把不同的领域当中结合在一起，这个是一个不同的组合。所以说，如果说你今天你不一定要在一个专业当中做，就是说你一定要就是这条路一定要走到死，你都选不同的科系。像我自己大学，我就是双主，我三修，我辅了2个科系，我辅了这个心辅，然后还有辅了这个那个社会福利，所以我的毕业学分是超过200个这么多的一些毕业的学分里面当中，对，那我觉得我学到了很多不同的能力，所以说我本身的专业并不一定那么强，对，我可能在教育的背景里面，我没有办法比得过其他老师，但是我在不同的组合能力上面，我是有不同的想法的，所以把不同能力组合起来，其实是一个蛮好的所以谢谢冰鸟下凡的这个分享，好，那再来不知道自己对什么有兴趣怎么办？那你就上大学再探索，你就去找选学校。
选校什么意思？就是说选校跟选系这件事情怎么思考啊？其实我后面本来我就一并讲选校跟选系怎么去思考它。同学一定都选系，年轻人都选系，对，那为什么我们大人会跟你说你可以选校？我讲一下我们说选校的理由，你思考一下，人是环境的产物。你一定可以承认，我们今天英文要学好，我就把我的人丢到国外去，半年1年，我就英文就有机会变好了。对，为什么？因为这是人是环境的产物。你在演艺圈，你就不好意思丑；你在金融圈，你就不好意思穷；你在知识圈，你就不好意思蠢，懂吗？所以说，在这些不同的场景里面当中，环境会造就你。你如果今天去的这个学校，你今天为了这个科系，你去的这个学校环境不好，读书风气不佳，里面的同学都在玩，进去男同学都在打游戏，都在看哪个女生漂亮，那女同学都在看韩剧，都在就是化妆这个部分，大家无心向学，所以大家都在里面玩乐，吃喝玩乐。像我自己大学，我觉得我自己大学也过得很荒唐。那个时候同学揪着去打网咖，所以我们大概就是每天就是打到凌晨4点，然后下午4点才起床，早睡早起啊，懂吗？然后多早睡下午4点睡，多早起4点，就这样，在这个部分当中，我们就是不断的去荒唐我们的生活，导致我们大学其实没有好好的学习，就很可惜。所以我们大学说图书馆什么时候会有人？图书馆平常都没人，那什么时候会有人？期中考前才会有人，然后大家进去干嘛？去读考试科目，这个就是不好的大学，它很有可能会让你的这个学习的这个环境会受到影响。所以为什么孟母要3000？因为孟母3000，他要找到一个好的学习环境。你有机会，你去看看这些好的学校，他们的同学学习氛围有多强。我们之所以要选择名校就读的原因，选择好学校就读的原因，不是因为资源好，不是因为老师强。很多同学说，名校资源多，资源这件事情一点都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什么？真的是同学很强。你去的时候是要找到一群很强的同学跟你一起学习。当你的同学，当大家都在认真的读书做研究，当大家都在好好的去看看新的趋势，甚至研究怎么创业。为什么台大很多的同学他们毕业之后他们有机会创业，是因为他们同学之间会有一些想法，相互的激励就一起蹦出来，就有一个新的计划案出来了。这他们都是不断的在思考跟学习。你可以去看看那个哈佛史丹学，人家的图书馆半夜都是灯火通明，人家都在那边念书。我之前访问过一个就是他在美国念书的华德福的那支影片，他就跟我说他念的这个加拿大大学，对，进去的同学都很强啊，大家都很强就算了，还很认真啊，所以进去他们很多时候都没有办法毕业。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但一群天才在努力的时候，你在玩，这就是落差了。所以说，你如果不知道念什么科系，你可以去选择不同，就是一些学校，好的学校能够让你有一些更好的一些学习的一些机会，能够去掌握。那如果说今天你在选系跟选校之间，你要怎么去思考？对，我觉得这个我只会跟你讲啦，选择一个可以让你不断学习跟成长的科系，不断学习跟成长的学校。今天它有可能可以透过双主修，透过辅系，透过研究所，透过学程，你可以用这些不同的方式，能够让在大学里面不断的去学习。未来大学的学习啊，它其实会越来越扁平。因为以前我们在双主修辅系其实是很困难的，在这个选系的过程里面呢，我们可能为了要双主修辅系，我们还要维持平均80%然后或者是要再要成绩平均班排名50%才可以去升级。现在很多的科系这个都拿掉了，他都不去做这个限制，就进来之后你就去学习就好了。甚至台大有所谓的后任学分制，什么意思？就是你先到处去上课。然后你也不用去做什么申请，然后等到毕业前再把你上课这些学分拿去做一个这个申请，就是做这个学分认证，这样就可以了。所以说，在这些这样的一个学校里面当中，你能够不断的去学习，找到一个可以让你不断学习跟成长的环境，才是你选择科系跟选择学校的主要原因。好，你不要去想说我要去找这个什么哪个科系会很有发展，哪一个科系当中以后会很有稳定的工作，没有这件事情了。好吧，未来的事情在改变的速度实在太快了，你要做的就是不断的累积自己的实力。这个时代是不容许，
应该说这个社会是不会给你任何犯错的机会，错了就是直接就处罚你了，直接就骂你了，没有人会像你的家人一样不断的包容你。你真的要，如果你今天你是同学的，请你回去跟你的爸爸妈妈，你好好的感谢他，因为他过去这段时间18年来不断的包容你。但是如果今天你要上大学了，我诚挚的提醒，诚挚的建议，如果是爸爸妈妈，我诚挚的建议，真的不要让你的孩子就是不要让你的孩子当中就是给他生活费。我讲你不要给他生活费，你甚至让他去学贷，你给他压力，你不要什么都帮他做好。我有时候在志愿辅导的时候，妈妈就说不要太远了，我担心。有什么好担心的？让他出去闯一闯，让他去赚。他如果今天他需要什么，请他自己去做这个努力，让他知道这个世界很困难，让他体验这个世界的生活的现实。那这样子你的能力才会成长。一旦当你知道这个世界的真实样态之后，你才会知道哪里不足，你才会知道自己的界限在哪里。所以如果可以的话，OK 啊，就是说，如果说今天你麻烦不想让他去学贷，你帮他付学费，你给立一个借据，请他未来要还你，让他可以在这为自己的努力、为自己的需要去做一些付出。不要每个月固定的给他生活费，他会觉得这个世界生活太简单了。让他去好好的去生活，让他去面对这个社会的现实面。所以如果你是家长这边提醒，我们常常会都会期待说，我们不要输在起跑点，不要让我们的孩子输在起跑点。你知道你的起跑点是什么？是学校吗？是分数吗？是家里经济吗？我觉得都不是。我觉得孩子的起跑点来自于父母的认知。如果你觉得你父母当中今天在这个面对到孩子的教养上面，你给他的认知是足够正确的，你让他可以不断的去尝试、去试错，让一切的挫折允许发生在他身上。你要让他在年轻的时候遇到挫折，才不会毁了终身。可以吗？年纪越大，遇到的挫折是越难承担的。小的时候，常常让他遇到一些现实状况，你可以鼓励他勇敢往前，但是不要帮他做到好。你要让他知道这个社会其实是很现实的。那甚至是在这个在我们在面对到未来的工作上面当中，也有老板他并不会说就像爸爸妈妈这样关注你。就是说他就是按照你的对就对，错就错，按照你的能力，按照你的实力的强弱来分配。所以在这个你这个时代里面当中，你要让你的孩子不断的去经历挫折，越早经历越好，让他觉得越困难越好。这个是他能够不断的去面对他的人生的部分，好吗 ？OK， 好，那再来我们扯远了，然后再来我问医学社工好吗？我觉得念什么科系都很好啊。那什么科技都很好。那医学社工它里面当中，基本上他会在医院里面担任社工嘛，但是他也是学社工专业，只是说针对在医疗相关的。那这两个他就是在不同在特定场景里面的一个社工情境，所以说以后他可能会进医院服务。但是有的同学会觉得说念社工很辛苦，对，念什么工作都很辛苦，没有一个工作是不辛苦的。你不能够既要又要还要，既要轻松又要钱多又要事少，没有这件事情，好不好？钱多的工作就是累，好不好？事少的工作就是钱就是少，你可以自己去决定，可以吗？所以你在这里面当中没有一件事情是都能够按照你的需要的，你一定要去做一些不断的这个差异，做一些舍弃，好吧？好，那政治系只能从政吗？出路是不是有限呢？我跟你讲，政治系不是只能从政，在学政治系这件事情，它是对于一个政治的观察。你知道从政的是谁吗？柯文哲从政，他是政治系吗？不是啊，他是医学系的啊。所以从政这件事情，是因为我们在里面呢，我们学习政治，政治不是选举，好吧？政治不是选举，政治有很多，包括整个国家的因素，包括整个就是在那个国家监督的部分，它里面当中会有很多的大视角，所以它是属于一个比较这种专业性的这样一个科系。那以后我只要有个政治的眼光，从政治的一个角度，然后去看待商业类型。商业合作，它就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切入。我可以从政治的这样的一个观察点，因为我也不学政治，可是如果说我可以从一个政治的这样的一个观察，我知道说，那我们可能需要更多的知道
比如人口啊、民调啊之类的，那我有这个调查的能力，那我今天去做不管是商业的，或者是说我今天在做传播的，我可不可以有更好的不同的一个想法？这个都是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切的。所以念政治，不要再把科系跟就业挂在一起，这两个是两件事情，好吧？科系是基础学科，基础的学习知识。大学的科系其实不足以你在社会上工作使用，不足以的，你一定要在不断的学习，出了社会之后要不断的学习。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自主学习？上大学是个自主学习的开始，你在里面呢会学习一个相关的专业，学完专业之后，再从这个专业里面啊，再去不断的延伸，找到其他有兴趣的领域，不断的自主学习。所以选校选系都好，选择一个你能够不断学习的地方，好吧 ？OK， 好，那再来。特教系的出路会很窄吗？绝对不会。现在的雅思的同学越来越多，为什么？为什么现在雅思伯格的同学越来越多？因为手机的发展，大家注意力不集中，注意力不集中几乎变成一个文明病，就每个人都注意力不集中，对不对？那你在这里面当中，那特教系它是主要是培训特教老师为主，那你有特教的背景，你可不可以不要当老师？当然可以，当然可以。特教系的出路，我想。出路这件事情，工作选择这件事情，它跟科系毫无关系，它就是你这个人，它就是你这个人有没有足够的上进心，你可不可以去学习不同的专业？我今天学特教，我今天对于雅思的同学我特别关怀，那这一群人他会不会长大？这群注意力不集中的人当中，他或者是这些特殊疾病，他会不会长大？有可能啊，所以以后会有可能特教老人啊。对，那特教老人里面当中，这一群人当中，随着他可能会有不同的一些疾病，对，所以不同的状况，那我具备特教专长，我可能可以去帮助他。那或者是我今天不仅我可能从事教育，可不可以？可以。那我今天去从事比如说我今天大家可能比较有兴趣的比如商业好了，我今天去从商，对，那你今天面对的商业的环境里面当中，你有一个特教背景，你会从一个不同的一个思考点去告诉人家，那也许我们这个商品可以怎么切？那也许能够针对一群特教需求的人当中，做一些服务，开发出相关的产品，这个也是一种。所以说，出路这件事情它跟科系无关，它是你这个人有没有办法持续的去学习跟成长，好不好？学习跟成长，可以吗？好，那 OK，用了小红这边用了落点分析系统，然后去选，然后用他们帮忙选取筛选，发现出来的结果几乎涵盖了所有科技跟学校，这样是不是直接在大考中心把100个出来选出来，排先用顺序好？就是因为大考中心，如果说今天都涵盖在这100个里面，因为你最后一定要去小红，你最后一定要去大考中心的那一个选填系统才能用，所以那之前前面的落点分析系统只是帮助你有更好不同的资源来做提供的，所以你可以在这个点里面当中去看看不同的数据，那主要还是小孩先后顺序，你只要确保这些里面呢一定有上的科系就好了。那你想用什么方法？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关系，可以吗？那通常我们还是会去多找几个落点系统来看，可以哈。好 ，OK 啊，不晓得为什么检举我呢，就算了啊。那再来，高大土木跟环工去年高40分，想要入学有转化财。对，那我的采计主任看 OK， 那个分数部分我今天不提哦。但是如果说你要转系这件事情，你要对方有开名额，所以其实转系不是那么容易的，好吧？好，那至于说那个百分比啊、分数的部分，你就是用不同的网站稍微对一下。我这边现场没有办法回答你，可以吗？好，那所以说今天土木环工，那你想要去念哪一个？那因为你主要是想念化材嘛，所以你看看。高大，不管你念哪一个，你以后都可以去做双主修跟辅系的动作，它也是可以让你去念这样的一个科系，这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好，对，学术氛围是一个重要的选择方向。好，冰鸟这边说的很好。好，再来是，如果要再学重考，是不是要选一个读书压力小、轻松的科系？的确是有人有这样的思考点啦，就是说，读书压力小、轻松的科，但我不太知道什么科系是轻松的。对，因为对你来说轻松，对我来说可能不轻松啊。所以你如果今天想说，那这科系它可能因为在学重考的一个优势是你有保留，你可以有一个学籍在嘛？对，那你只要确定不会被恶意，然后你就大量的去念书啊，这样是 OK 的，对 OK 的。那
你只要确保60分就好了嘛，上大学反正你只要有过就好了。对，那你的目标是在学重考，你就可以选择一个读书压力小，这个的确是一个思考点了。对，为什么大家都在呛叶秉成？因为有名吧。对啊，有名的人呛的人就会多啦，对不对？像我们这种比较没名，没什么人来呛，所以以后等我有名了，就会有人来呛我了。对，所以 OK 好，那再来，不应该盲目的读电机，选择台大自己应该选台大自己喜欢的。我选台大喜欢的，如果你选到台大，这个是 OK 啦。那盲目的读电机这件事情，是你要对电机这个领域是真的有兴趣，你也有真的想要做这一类的研究，你就去选。不要人家说电机好，那你对他没有兴趣，所以你不如去选择一个喜欢的。对，那刚刚提到说政治啊，我有一个朋友啊，他是念台大政治系的，他现在在做教育啊，所以说他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不同角度一样，我觉得这个都很好。OK， 好，再来，想要问一下3类的，但是想要念医学大学，可不可以可以上2类？那为了学校填2类吗？转不转得走？我想转学转系哦，你只能够对方有开名额，但是你今天要转医学大学，你一定是往上转嘛？那往上的情况下，人家一定是竞争激烈啊，对不对？那谁会走？谁会走？就是下面才会走啊。所以说，对方有开名额，你才转得过去。那有开名额，你还要跟一群人竞争，所以转学转系考的难度是比分科测验还难啊，所以我是觉得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好不好？ OK， 好，严格来说，特殊生更容易被发现。对，这个的确是。好，再来，如果不以出路当做科系考量，我们应该如何展现自身能力给资方看？这一件事情，你要展现能力给资方看，你就展现实力，可以吗？假设，譬如说像今天好了，今天我，譬如说像我自己，就我自己为例好了。我今天人在，就是我从学校老师那我就离职出来做自媒体。那如果说我今天想要找人来投资我就要告诉他我的工作方向是什么，我的工作有没有前景，要来投资我。对，投资他就会看你有没有获利空间嘛。对，那获利空间来自于哪里？来自于你的自己的经营的模式，你有没有一些足够的想法？所以说今天你没有这样的一个你的思考点，我觉得表达这件事情是你如果要让资方看到你的能力，一定要学会表达，学会讲话，表达。因为很多人他可能能力不是那么强，但他很会讲的情况下，他就可以让不同的资方有不同的想法跟潜力。然后举一个中国大陆有一个咖啡品牌啊，就是还蛮骗人的，叫瑞幸咖啡。在当时他就在美国上市，的时候，他是怎么样说服这些人投资他的？他就跟这些美国人说，我们中国大陆目前的人口数太多了，那只有星巴克是不足以满足的，所以每个人一人2杯咖啡，只有星巴克是不足以满足的，所以他会需要有更多的不同的咖啡品项，所以他就用这个来说服美国的资方来投资他。所以说其实但后来瑞幸咖啡它其实后来就有一些比较不好的一个传言，然后就倒闭的一个状况。应该没有倒闭，反正我知道他后来不是很好，他后来出的状况很多，但是他当时的确是有表现得很好的口才，所以你要么用实力说服别人，要么用口才说服别人，这件事情是我觉得你可以做的部分，好吧 ？OK， 好，那你在犹豫这个熊班长这边要选校还是选系，就是这个就是看你的选择啊，我这个我就不想跟，因为你如果两个都会上。那如果说如果是你对于电机真的是有兴趣的，那你可以去找到相关。像我有个学生，他之前是念这个私立大学，那他在分科的时候考到私立大学，然后他就是念这个所谓的电机。那当时其实他蛮沮丧的，就说他为什么没有考好，这样就很沮丧。可是后来他在这个研究所的时候，他考到清大的电机，就是清大电机研究所。可以吗？他几年后他就从私立大学不是很好的学校，可他因为对这个领域很有兴趣，所以他深入的去钻研，然后找到一个他喜欢的目标，然后后来他就考到清大研究所，然后在毕业之前他还拿到了群联电子的 offer， 他就去当工程师了。所以他后来跟我说，老师其实我也没有混得比别人差，我虽然念私立大学没有变得比别人差。那我跟你讲这个例子是，你如果意志力够强，那学校可能相对不好，读书风气没有那么好的情况下，但是你意志力够强，你可以选择这个电机。但是如果你今天觉得环境很容易影响你，对，那或许选择学校这件事情，它也是一个思考点。所以基本上这两个你都可以去评估一下，
对，那我认为所有的决定都是最好的决定，都是你不用特别去担心这件事情，所有的决定都是最好的决定。未来上大学之后，以后的转换会变得相当的丝滑，是相当的柔顺，所以你可以不用那么紧张啦。其实我觉得未来的发展空间就有很多的多变，但是你要不断的保持学习，这件事情很重要，好吧？好，牙医系需要具备什么特质？那你先那个 Miko， 你可以刷一下我们这个资源包，里面就会告诉你牙医系需要什么特质。那因为我不是牙医系毕业，但是我觉得牙医一定是需要对于工艺，就是说就是要很仔细，因为你想牙齿啊，如果做不好，你就会觉得有异物感，就卡卡就不舒服。所以说为什么有一些牙医师啊，他像之前我就听一个朋友说，有个牙医师他脾气很坏，但他技术很好。为什么？因为他为什么脾气坏？是因为他如果没有足够的时间把牙齿做得漂亮，他就很不爽。所以说，我觉得他可能在事情上要很谨慎，但他的这个细节操作能力要很好。当然，一定是基本的学术能力一定要足够。但是我觉得牙医系，如果想让病人有一个舒服的牙齿，那你可能就需要有这样一个很盯紧的一个态度，盯紧的态度。OK， 好，老师对于100个资源分布有白法吗？来，白法的部分，按照你的风险控管能力，如果说你今天很怕落榜，你就安全的摆多一点，安全的摆50-60个、70-80个都没关系啊。如果说你今天也没有，就是说你觉得差不多，你觉得还可以接受范围，因为只要有一个有中就好了嘛。所以30、30、40 OK， 好，或者30、20、30、20、30、50这个也 OK。所以这个完全看你的风险评估能力。我当年是把40个之前都是梦幻。那40个之后是安全，我当然是直接两级来分啦，2级来分 ，OK， 好，那考虑出路，熊班长考虑出路这件事情，我讲了出路啊，跟科系这件事情，它当然是一个基础啦，但是你不管念的哪一个科系，哪一个学校，你还是要不断的学习嘛。像我的那个学生，他从私立大学，那现在到群联电子上班，好像考到清大研究所，他就是不断的努力跟学习啊。所以这个区块当中，你一定是可以自己克服的。OK， 好，那高几分可以安全校系？我觉得40分应该算可以，算安全的啦。好，40分应该是安全的一个校系。好，如果双主修有2个执照，那3类是双主修有两个有执照的，3类是可以的吗？双主修有什么限制？双主修的限制会看这个学校，目前可能限制应该越来越少。以前我们都是要，比如说80分，平均第一学期要80分。第一学期的平均的成绩要80分，大一上。那现在可能这个会越来越少，所以说你可以看看你的学校有没有双主修的限制啊，双主修。那为什么比较难？但是目标就没变就是大家的程度就不一样啊，大家的程度不一样，就是一旦目标没变，代表考题稳定度高考题稳定度高，就是说只要因为难目标的部分它是个相对分数，所以说你觉得难就是比以前的难，但是大家也许在这个大家一起在这个过程里面，然后可能大家的那个考题它的设计是很好的，所以说没变就是没变了，对，那这个我也没有办法 OK， 好，然后OK， 那这个对分数有没有影响？就是基本上我们就是看相对分数，那目标没有变，那影响就不大。目标没变，影响就不大，所以大概是这样子，好吗？好，那我想我们今天其实在同学的问答里面当中，其实也提供了我后面很多想要讲的一些东西啦，那我想要让大家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提一下，就是不要去迷信低分高就这件事情。低分高就很有可能就是慢1年重考，为什么？因为一旦低分高就代表你的能力不足，然后你要去念到比较好的学校。对，那进去了你会发现为什么同学都那么厉害，那你会觉得自己很受不了，或者是低分高就你没有去考虑到兴趣，这科系我跟念起来不爱呀，在这个状态下，对你很有可能就要再重考，那不是一样，也不是一样，所以不要去迷信低分高就这件事情，然后再来绕远路其实是可以累积你的实力的。我很喜欢一个广告，就是以前有个广告是这样子的，它就是有2条路，一条是上坡路，一条是平坦路，那他在推着轮椅，后来他选择走上坡路。推轮椅走上坡很累耶，然后最后他的字样出现是一个残障奥运选手。各位，他要绕远路，他要走山坡，他才可以累积实力啊。多绕远路，慢1年考试，慢1年毕业也没有关系，对
对，人生不会是因为这一年有差别。我重考又延毕，好吗？我重考又延毕，所以我比别人慢了2年，慢了。但是我的发展里面呢，我也不觉得我比别人差，我甚至觉得我在我的同学里面表现也就算不错的。所以多绕绕远路，是因为你看了更多的东西，认识了更多的世界，不会因为你提早进入职场。有的你没有什么能力，那进入到职场，其实你也就是被使唤的份。但是你多看看这个世界，让自己的眼光开阔一点点，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里，你就能够不断的去累积你的实力啊，累积的实力。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区块是我会建议大家的。那之前在填志愿的时候就不要太乐观，好不好？稍微保守一点点，谨慎一点点，在这样的一个志愿里面当中，私校应该会提升很多吗？你就按照那个分数落点分数当中去，大家来稍微看一下，因为我也没有办法判断，我不太知道今年大家选填志愿的这个走向，但是你透过分数应该可以知道哪一些科目是贬值的状态，哪一些科目会往上升，遇到私校的时候再保守一点点评估应该就可以了。好，那如果 PR 值跟112跟113差多少？因为我记得像得胜者网站它就是用 PR 值，那他今天有一支影片是我介绍他们是怎么去判断 PR 值的。对，那我今天听好像也没有差很多，没有差，因为这个部分不是我的专业。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看看他的那支影片。因为这种计算分数的部分不是我的专长，我的专长是生涯规划，但是我把这个选择科系，我想跟你说，大部分的误差都会包在100个之内，你只要在100个之内把它填满。今天听完我的分享的，好不好？我就希望你能够把100个志愿填完，所以可以你在留言区帮我打个100，好不好？好，打个100，填满100个志愿，可以吗？尽量把这些东西都是把它填完，然后把你的误差填在，就是弄在这个地方，让你避免自己有比较不小心的落榜的一个情况。落榜前，我觉得对你来说这个会好很多很多，所以说你可以在留言区打上100，好不好？就让提醒一下自己，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就把志愿填完。好，那最后像这个志愿操作的方式啊，你就到那个考分位的网站里面，就可以有一些不同的操作的一些说明影片，告诉你试着去玩一下单机版，好吧？单机版没有任何的效力，但是单机版可以复制你的志愿哦，那所以你可以先去操作一下，熟悉一下系统。好，那记得要去缴费，好，记得要去缴费，可以吗？好，那这边我们就不特别说明了，说明那。最后我们就希望大家可以做出一个不要后悔的决定，好不好 ？OK， 谢谢大家，都写100，OK， 好，那我们就提醒自己把100个志愿填完，那我们就希望大家金榜题名。对，我大概是唯一一个希望大家不要明年再来看我影片的人，好不好？因为我影片都讲升学的，希望你不要再，但是我未来会讲一些生涯的部分，好，所以如果你想毕业之后你想持续关注我的频道，也很欢迎你，因为我再会推更多的生涯的选择，告诉你说我在我的这个科系里面，我可以怎么样去做一个生涯的规划，我想我未来会朝这个部分发展，好吗 ？OK，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咯，谢谢大家，拜拜。研究所我可能不会讲，我会，因为研究所我没有那么熟，但是我会去提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念研究所当中，我们就是生涯的部分啊。好，那其实研究所的升学不是我的专长，但是有一些同学他研究所考备审，就是因为要交备审，他也会回来找我，他也会买我的金牌写作课，好像也蛮有用的，对，也蛮有用的，所以我也在当中有一些指导。所以如果有兴趣，你就私下找我咯 OK， 还有人想看猫咪哦，一直在叫，对，但是它会跑来跑去，它有一点很对。如果你可以去，对啊，我现在抓不到它，OK， 谢谢对我的猫咪，大家都要看猫咪耶，阿丽，它在那边一直叫，很抢戏这样子，很抢戏。OK， 好。谢谢大家，谢谢。好，那我们今天就直播就到这边咯，拜拜。